比特币这波上涨能到哪里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到周线的图表，那我们来判别一下目前这波小牛呢，它最后能走到什么价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看一下我们在上一轮的周期。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呢做的比较多的都是斐波那契的分析。那其实用斐波那契来分析它反弹的点位呢，也是蛮合理的。或者说这种分析方法它应用在这种方式，我不认为它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轮它是反弹到了618。不过呢，如果我们观察价位的话，或者说我们可以纵观一下牛熊周期呢，它的相对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它反弹的这个价位呢，我们把它往前拉。当然了，我们不取这个针尖，我们取的是实体部分，因为其实针尖它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很快上去，很快就下来了，在那个位置基本上做不太出什么操作。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价位呢，给它直接往前拉，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跟前面第一波下跌之后的反弹呢，它是重合的。其实我们要测试一个阻力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反弹然后这段反弹呢，它在这个位置受阻了，它上不去了，那就表示我们在此处呢，它的阻力是确实是存在，而且不小的。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12000左右所以我们下跌的第一波反弹呢，这个位置它刚好也就是我们上一轮小牛它的最高点。那当然针尖的位置我们就先不算了，因为针尖其实我们要做什么操作呢，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或者是说这个价位呢它过于理想化，我们不太可能在这个位置做出操作的。那当我们回调过后呢，我们下一次再碰到这个价位，那我们的牛市就开启了。那我会认为呢，以我们当前的牛熊来说呢，我们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这整轮熊市的第一波下跌呢是直接跌到了32000的位置。那它反弹之后呢，它是到47000、48000的这个位置受阻。好，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画一个相对的价位，好，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基本上熊市它只有走一个大的反弹只有走一个大的反弹，然后我们就继续下跌了。那当然这里的反弹它也算了，但是位置有点太低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更前面虽然说这里有走了几次的反弹呢，但如果我们抓最大的那一次，最显著的那一次，在下跌过后紧接着而来的那一次基本上就是这里的反弹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大概在第一波反弹12000的价位，这个是上一轮的价格嘛。那如果我们来到这一轮的话呢，大概就是48000左右。当然了，48000这个价位是我们可以期待，但是它不一定能到。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说48000的话，它也和我们的618位呢，基本上是重合的，所以跟上一轮的情形基本上就一样。你可以看到，我们下跌过后呢，如果回到618的话，它就是到48000的这个位置。不过呢，好，48000很有可能也不一定会到，或者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但是它不一定会到。但我认为如果到40000多的话，这个绝对是可以期待的。那我们来测量一下，如果我们就从也不要太理想，我们就34000，然后一直到我们最高点的话，48000也有个40%的涨幅，40%的涨幅非常夸张那如果我们差一点，即使到40000出头、40000多，它也有30%、30多%的涨幅。那我认为我们这一段是一定要去把握的。我们在周线这周收的呢，我认为是很强势的，至少足以证明我们这里的突破呢，它绝对是个真突破。如果说它不是个真突破的话呢，它不会在周线上放出。我们这已经几周了呢？我们来量一下已经是120多天以来，120多天以来，至少也是4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周线那我认为这样子量能的周线，还有我们 K 线实体的长度它就足以证明这绝对是个真突破。我们在周线上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认为挺需要注意的。我们蛮久没有谈到 MACD 了，那 MACD 在这个位置呢，你可以发现目前我们的高点它是在不断创新高的，这里是31000，然后32000，那我们到这里呢，如果我们从现货来看的话是35000。我也认为要看现货的价位呢，它是比较准确的。如果我们看合约的话，到36000，甚至有些到37000，那就会有偏差，因为有空头连环爆仓的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其实我们的 MACD 它正在缓步的往下走，逐步的往下走。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这一波上涨，它要走得顺，它不能走衰竭的话，如果我们再走衰竭的话，那它就会形成双重背离这对于多头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妙的信号。尤其我们在周线级别出现这种信号，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妙的。那如果我们不要出现这种信号的话呢，我们应该就在这里就直接拉上去。
或者是说我们不应该做过多的回调啊。比如说我们回调到3万，回调到3万1这种点位呢，我都认为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回调到比较深的这种价位呢，回调了4000美金、5000美金的话，那我们就非常有可能呢产生拐头。那我们就向下之后呢，我们就会形成背离哦，这个背离它就会成立。那我们必须不让这个背离成立哦，不然我认为这波多头呢，它也不会是一个健康的多头。那当然了，直接拉上去的话是最好的。我们再从日线来看，日线，我认为需要注意的东西不多。我们直接从我们操作的级别吧，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回调的量能是很弱的，很弱。然后它也没有走这种很大幅度的回调，并没有，它就只有这种比较小幅度的回调，而且回调的这个幅度呢也是越来越弱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前高点呢是在35000的这个位置嘛。如果说有 K 线站稳在35000上方的话呢，那我认为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短多的机会。当然了，这种价位不好的短多呢，真的很容易被扫出场，所以做个短线可能也还好。那如果说真的要做趋势的话，回调多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目前我们的箱体呢，我认为是在32500一直到35000这个$2500的价位。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回到33500，或者说32500的这两个价位的话呢，我个人是会考虑抄底的，合约抄底。那我们来看啊，如果回到1小时的话呢，我目前又走出了一个上升趋势线了。那如果这里被跌破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回到33000这种价位，甚至更低一点来做测试哦。但只要32500还没有被跌破之前呢，我认为逢低多或者说抓做多的机会，这种方向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这周呢，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这个缺口的位置呢，大概在34200、34100左右。那其实回补的几率呢，非常非常大啊。所以如果说现在就做多的朋友的话呢，可以谨慎考虑一下。我们在短期内呢，回到34100、34200的可能性呢，还是蛮大的。那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你就可以立即领取$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那 OKX 现在有 KYC 就送$10的体验金。你只要做任何一笔交易，合约也好，现货也好，而且不限金额，1U 也可以，10U 也可以，你就可以获得$20的体验金。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